者必须做出4种不同口味，即酸、甜、苦、辣的甜点，而这些甜点必须诉说着你们的人生故事。你不觉得自己在挑战自己吗？失败了也无所谓，我觉得。在那个苦当中，我还尝到一点点的酸味。可能你是打算要走比较安全的路线，可是，在半决赛想要看到的是更多的技术。我怕他们会很震撼。你的酸非常的酸，辣也很辣。我还是需要再去调整一下那些味道。可能你的理解是一个小蛋糕，可是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元素。第一次你做巧克力，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去选那个最难的。其实为了造型而去牺牲口味这件事情呢，我不太推崇这个方法。有一种精神，它叫做 Olivia 精神，所以我很感恩的就是我经常都看到你不放弃。到底是谁将离开我们呢 Olivia， 佩珍。唐朝冠冕。等你加冕。烘焙是件充满想象的事，食材从平凡无奇到香甜四溢，就像一位魔术师的表演，不可思议，引人入胜。烘焙更是容不下一丝侥幸的事，奶油该打发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成不差，让一个人的能力显露无遗。大决赛2位参赛者之中，谁能力过强得以加冕？今天唐朝冠冕将会有个结果。我们马上欢迎 Chef 吹风还有 Chef Ben。Chef 吹风，对你来说，参赛者要冠冕为王，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冠军必须必备的条件就是让人眼前一亮，还有惊艳的产品。那 Chef Ben， 我知道你参加过很多的国际比赛，经验丰富，有什么鼓励的话想要对参赛者们说吗？就套我们国家队领队每次告诉我们的，就是 make it happen。那希望参赛者们可以 make it happen。那今天的大决赛，除了 Chef 吹风还有 Chef Ben， 我们也有一位特邀评审，亚洲甜点女王 Chef Janice Wong。Hi Janice， 欢迎你再次莅临，谢谢。那这几年你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的发展，阅历无数。那你觉得该怎样才能做到极致？热忱是少不了的，创意是非常重要，你也是要不停的努力，还有练习。没错，在唐朝冠冕中，参赛者们也是不断的挑战自己，把最好的发挥出来。不知不觉，我们来到比赛最关键的一局，马上请出2强。欢迎永露还有 Natasha。我知道哦，在唐朝冠冕这个比赛之前呢，你们已经是朋友了。今天呢，在这个舞台上呢，正式的交锋，就不晓得谁的压力比较大。Natasha，你怕吗？当然会。我觉得永露会比较有经验，所以会比较怕。但是放马过来吧。哇，看来呢，这匹黑马哦，它是一点都不害怕。那永露这匹千里马，他现在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其实说不紧张也是骗人的，可是你们都叫我千里马，就去草原跑过吧。看来2个人呢都是胸有成竹哦，但是呢要赢得这场比赛真的很不容易，必须呢要过2关，哪一位的分数呢比较高，才可以成为我们唐朝冠冕的冠军，然后呢赢走我们1万元的奖金。一个 round 已经够 stressful 了，现在有2个。会是怎样的环节？是不是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完成这2个回合？今天的考题到底是什么呢？考题就在你们的桌上，请你们现在打开来看一看。看到那个一大块的蛋糕，我少了一点点，因为全部都是还没有 ice 的蛋糕。希望我带足够的 ingredient 做 buttercream。当我打开那个神秘箱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因为真的是完全没有预想到是那么大蛋糕又要自己 trim。
大决赛第一环节中，永露和 Natasha 必须进行蛋糕点缀的考验。2个人必须将节目组提供的方形牛油蛋糕做成双层蛋糕进行点缀。点缀的元素必须包括至少20%的糖液，至少20%的巧克力点缀，其余的则是自由发挥。和以往不同，参赛者必须在创意呈现、技巧运用、卫生与工序上争取分数。这个环节的分数将会成为2场总积分的30%。在蛋糕点缀这个环节呢，你们各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完成。比赛现在开始。感觉他们的心情很紧张，尤其是永露。为什么？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他今天特紧张的。你紧张什么？拿不到1万块。说得好，说得好。是，不要紧张啊。OK。耶。我一看到那个贴的那些用具啊，其实已经知道要做贴的个蛋糕。小时候会有试过，有看过一些 video， 但是现在我是专做 petit gâteau， 我对贴的蛋糕没有那么多经验。知道要做2 tier 的时候，因为我不想就是浪费时间在割成圆形嘛，然后我就选择做4方形。从初赛到现在，这2位参赛者 Natasha 跟永露，他们都很少做蛋糕，所以要他们呈现一个 2 tier cake， 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挑战的，因为基本上2 tier cake 跟 plating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skills。刚才有讲到说有20%的 chocolate work。chocolate work 的话呢，你可以在不同的温度上去展示它的功能性。然后你可以在调温了之后呢，你做出一些框架，又或者你做出一些装饰品。糖就是糖嘛，到底什么叫 sugar work？sugar 真的是蛮复杂，因为真的有好多不同的特色。你可以用好像 ice malt， 或者你也是可以做好像 fondant work， 做很多不同的形状。Natasha。你 OK 吗 ？OK。你现在做什么？现在我在做我的 buttercream， 之后我就可以 prepare the ice the cake。那你为你的这个蛋糕想到什么主题了吗？我看到了。对。哦，对，是海洋吗？海洋。对，是海洋的 theme。那 Natasha， 你会怎么样去诠释你的 sugar work 呢？我会做 ice malt sugar。那你比较擅长的 chocolate work 呢 ？chocolate work 我就是会做 tempered chocolate 了。所以你觉得最难的是在哪一个步骤？最难的就是要 construct 那个 cake， 因为是 tier cake， 所以要比较 stable， 所以不会倒。因为我不熟悉做蛋糕，而且没有模具来切跟 shape 那个蛋糕，因为我的刀有一点小只，所以切的时候不会那么 accurate。如果你做2层呢，如果你的底下不 stable 呢，它一定可能会有一点歪，所以它一切太小呢，也是不会很稳定。永露，我们来喽 Hello。所以你的主题叫什么名字？你想到了吗？我的主题是永不凋谢的爱。好多年前有做过了玫瑰的蛋糕给我妈妈，可是玫瑰就捏出来有点像包菜的感觉。现在有复习了过后，我想把最美的玫瑰呈现给我妈妈。这样。哇，玫瑰能够做成包菜，那功力也不错。像今天永露她用的是现成的巧克力。比较聪明的做法，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扣分？不会扣分，可能也不会太高分，因为你避开了那个 tempering chocolate 的。我觉得他是知道自己的战略，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够，所以呢避过了那个 tempering， 他直接是用了现成的巧克力，然后做出了那个玫瑰花。就像Natasha现在已经在 tempering chocolate。Natasha 呢，她在蛋糕装饰的时候呢，她有展现出她的巧克力条纹，那些海洋的贝壳都做得非常漂亮。时间过得很快，参赛者只剩下48分钟。现场的气氛呢，是我们8集以来最凝重的一次。有吗？我从来没有看过 Natasha 这样的表情，对，是一点笑容都没有。做了那个 buttercream， maybe 那个 texture 不够滑，遇到一些困难做那个 cake icing。其实我练习的时候
是圆形的。拿到这个四方的蛋糕，如果要做圆的，我觉得会更浪费时间，所以我就试试看用四方的去磨吧。其实弄四方的是最难的，因为要把它的尖角做到细致化。是。Natasha 和永露，时间少过半个小时了。时间1分1秒的过，我们看到海洋的出现了哈。至少是一片蓝色了。哦，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永露会去把她的玫瑰花冷藏一下，因为冷藏之后喷那个可可脂在玫瑰花上面呢，可以让那个颜色显得更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对。可能就是欠缺了条纹巧克力的方面。现在只剩下10分钟。我用了 Isomalt 来做金鱼那个 wheel。我也是把 Isomalt 倒进 ice bath 里面，可以很快速的做到那个珊瑚的那个模样。因为我没有在拉糖这方面有很好的知识和经验，就做一个普通的叶子。那个糖块温度基本上是60到70度，靠一个手一直持续抓这一个60、70度的东西是不简单。只剩下一点时间的时候，他还是尽力用糖拉出来的那个叶子。对一个不拉糖的人来讲，这点他做得非常好。时间剩下6分钟，大家要抓紧时间喽，小心。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只剩下2分钟。永露好像完成了。哎，Natasha 也好了。我知道甜品的那个名字就是 Whale Number 52。小时候我听过一个故事，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金鱼，因为它无法跟别的 whales 沟通。我觉得这个 whale 也是有点像我，是因为我其实做培训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Natasha 的构思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因为是她的新生烘焙的一个寂寞的一个旅程。我在看她的成品的时候，我就在想 ，Where's the whale？ 哦，whale， 只有一个，没看到，在里面。你要走过来，你看。哦，那我们要不要转去对在那个摄影机前面？它的那个点缀应该引我的眼睛看到那个主题。可是如果我在蛋糕上看不到，那我就觉得说你的故事已经失败了一半。Natasha，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支撑是故意留到这么高？不是故意的，因为那个蛋糕太硬了，所以我如果再撑下去，我觉得会裂。所以我没有整个放下去。哎呦。的确，不要哭，不要哭。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很失望了，因为这个蛋糕其实我没有太满意。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刚才是被什么触动到？我就是不喜欢摆出我不是100%有信心的那种 product， 所以后来觉得我是对不起支持了我的人。你对哪一个部分最满意？其实最满意的就是我的那个 tempering， 因为成功了。你就往好的方向去想，对，至少你是完美的呈现了一个完整的作品，那个真的不容易。现在看一下永露的，我的蛋糕名称是永不凋谢的爱。这个蛋糕是做给我妈妈的。2014年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做了一个玫瑰花的蛋糕给她，做得很丑，可是我妈妈就特别的开心，就很感激妈妈为我的付出。然后现在我的儿子还有女儿都是我妈妈带，为了帮我带我的儿子就瘦了10公斤，然后他每天都睡不好这样子。我听到他的构思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是孩子对妈妈的爱，然后想要表达出来的一个蛋糕。虽然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可是他应该会看得到我尽力的方。如果现在要你跟妈妈说一些话，你想要跟她说什么？非常感激妈妈对我的爱和付出，然后谢谢妈妈。永露拉糖可以算是零食抱佛脚里面还做得不错的，坦白说。他应该选择做比较精致的蛋糕，
然后它的花就可以很集中的放在蛋糕上，蛋糕也不会看起来太空。可能我们都觉得它欠缺了条纹巧克力的方面，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限是1个半小时，那我觉得也不为过。第1轮的比赛，Natasha 和永露呢都在千钧一发之际完成了作品。尽管 Natasha 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尽如人意，但是她的作品中发挥了不同的技艺。而永露虽然以安全牌迎战，但她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接下来，唐朝冠冕大决赛第2环节中，参赛者必须以异国风情为题，呈现出带有异国色彩以及别具意义的甜点。这场比赛的成绩取决于你们的创意与呈现、烘焙技巧、口味与口感、卫生与工序，而这个环节的成绩将占总积分的70%。关键一战，分秒必争，限时3个小时，现在开始。我是觉得第2回合把学的东西全部给我们尝试，把所有身上的宝刀都呈现出来。异国风情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于在地食材的一些了解。希望看到的是跟裁判的互动，就是你的作品一定要给我们哇哦，这样你都想得出的那种感觉。现在在做 avocado ice cream， 因为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结冰，所以 I think need to chill a lot longer。我就是很想做 avocado 的 ice cream， 因为我觉得 avocado 很有那个新鲜的味道，而且它的颜色也很漂亮。我现在在做的是 Lady Finger for 我的提拉米苏。我心情是蛮紧张的，因为评审每次都说我走的是安全路线，然后也不知道可以让他们喜欢我的甜品。那想问一下我们的甜点女王Chef Janice， 这次的主题异国风情，你觉得它的难度在哪里？ Actually， 它的难度是 depends on the contestant， 因为每个国家有很丰富的甜品。可以做 viennoiserie， 可以做蛋糕，也可以做巧克力。就要看他在里头用多少技巧。所以我是觉得那个 difficulty 是蛮高的。其实 after round 1， 我就是要抓紧好我自己的心态，也是要 focus 我自己的东西。Natasha， 我找了2位带领带的哈。哇，我们的 Red， 对，我们是 Black Tie Ben 来车你，我们来给你打气、鼓励。谢谢。你对你这个环节应该更有信心吧？对，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好，比较熟悉的。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哈。所以你今天会不会给我们 surprise 呢？我觉得我的那个dessert 也不会像个 dessert。I hope that my concept will surprise you。是。那你要带我们去什么国家呢？我今天的国家就是澳洲。为什么是呀？为什么是 Australia？ 澳大利亚。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一个 media 的 internship， 我就是有一个 identity crisis， 就是不懂要不要去坚持做 pastry 做烘焙，因为我这个 media internship 真的很喜欢它。所以毕业之后去一个 solo trip，so 去了澳洲，我就天天去 cafe 问我自己，我真的是不是要转行？对，我真的要坚持 pastry， 或是我要 pursue 那个 media。后来我吃了很多的 avocado toast， 跟喝了很多咖啡，我才清醒了。我就是你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对，我就跟我自己讲，我真的很喜欢，还是很喜欢烘焙。如果我不去坚持 pastry 的话，我觉得我会后悔。所以我今天会做了一个 avocado toast 的 inspired dessert。那为什么你觉得这个跟澳大利亚会有直接的联系？除了你的故事。For Australia， 他们很有名的就是 avocado 跟咖啡，所以我就是用了这些，也是用了 acacia honey， 我也用了 macadamia， 都是很有在地的食材。对，在地的食材。Avocado toast 是好像 Australia 的 signature dish， 而且这个 avocado toast 是我的开始，给我勇气来做 pastry。Natasha 她选择的材料全部都是很好的材料，所以我的 expectation 真的是蛮 high 的。
现在做的就是 coffee syrup。 Hello， 永禄。 Hello。 什么状况啦？现在？我现在在准备的一个 coffee syrup， 还有一个 lady finger for 我的 tiramisu。我今天做的是有2个国家，我做一个意大利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法国。为什么会想到这2个地方呢？其实很多甜品的那个来源都是从法国来的嘛，然后很多甜品都有它的历史和故事，所以选择法国做我的第1个国家。然后意大利我就选择了提拉米苏，因为提拉米苏是一个历史很久的甜品。这里有谁是超级喜欢提拉米苏的，请举手。OK， 3位哦。所以你会有压力吗？因为他们一定是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超好吃的提拉米苏。对。所以今天你的真的要让他们觉得这样的感觉，你觉得你可以吗 ？OK。而且我觉得现在是大决赛了，我们你看叉腰了，看到吗？叉腰了。Sorry。我们可能会想要期待看你的自己的创意。我有做一些造型上的改变，这样子，然后就不会是很 old style 的提拉米苏。当你要挑战这么经典的甜点，而且是大家熟悉的味道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能够突破吗？你能够比原本的更好吗？就算是味道很到位，创意方面你就会损失掉一些分数。所以一个是 tiramisu， 另外一样呢？另外一个我会做书包。我会结合好像3种的书包在一道甜品。我的造型是像 delicious， 可是我的口味就是 Paris Brest， 再 dip 一个 caramel for Saint Honoré，所以就可能3种造型会呈现在一个这样子。说着说着，半个小时已经不见了，加油大家！Chef Janice， 看了永禄之后，你觉得他的呈现方式，你觉得 OK 吗？这是我第一次见面他们，然后也是觉得，大决赛它2个甜品都是蛮安全的甜品 ，very classic， 没有那么多惊喜。我是觉得是一样的，除非他可以真的是做出让我觉得很 surprise、很让我惊讶的东西，不然，我觉得分数也不会太高。也没有讲安全牌吧，因为我有想到要做泡芙，就一定有那个 risk 会发不起。Natasha 她一向来就是很擅长于用一些很特别的食材，我也希望从她的创作吃到她的故事。所以各出奇招啊，对，真的是拭目以待。我现在要准备做我的泡芙。Natasha， 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OK 了啦，过了啦，我就现在要坚持下去哦。你今天好像比较少笑容哦，为什么呢？我现在笑给你看。是因为压力吗？坦白说，有一点点，对。好。永禄，你现在是到了哪一个环节？现在要挤我的泡芙，然后要赶快进去烤。他的技巧很好，他的技巧对，也是很干净。这道甜品最难的部分就是泡芙要烤得美，就很发这样子。如果烤不美，就里面装不到什么馅。烤出好的泡芙就成功了一半。现在我就会打发我的蛋白，放了 brown sugar， 给它多一点不一样的口味。哇，吓到我！对他们来说，体力也是其中一个考验，重要的考验。因为当你体力开始下降的时候，你的专注力也会跟着下降，是出错的几率会更大，会更高。永禄现在在做什么？永禄现在在炒他的 paste， 对我来说，这个也是算做泡芙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通常 meringue 就是要用 white sugar 或是 custard sugar， 但是我用了 brown sugar， 因为我要给它多一点 caramel 的那种口味。
Natasha，我叫了老板娘来了啊。你这个是这个是 brown sugar sponge， 是因为我要那种 caramelized molasses 的那种味道，因为这个是我的面包 toast 的那个 component， 所以我觉得我很要那种 toasty caramelly， 好像 French toast 的那种vibes。等你现在在这个是打的时候，这个是我的 avocado 冰淇淋。他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一个冰淇淋。我要跟 Chef Jenny 说一下哦，Natasha 呢，她的冰淇淋啊，每一次都很好吃。那这次还是放去馍里面吗？还是放去馍里面吗？Natasha 她喜欢用冰淇淋的馍，她应该展示多一点点的技术。今天还会，但是I'm using a cube mold this time. I'm not using the corner. OK。失望，已经到了大决赛，他都是在用模具，我是比较喜欢看到他用技能。其实他最后一集真的是要 push 他自己。哇，看他是烤好了一些蛋糕。这是什么？这个是 Lady Finger for tiramisu 的那一个。啊，这样子等一下我们会有香香的咖啡淋在上面吗？我会用 dip 的方法，因为这样子的那个咖啡量会比较多一点。哇哦！这个扭也是要技巧是吗？对，蛋糕这样子的话不怕。如果是那种有面筋的产品的话呢，我们按下去我们就不会去转它。其实你如果扭一下，等一下烤的时候它就是歪的，因为它里面的筋已经被你拉歪了。哦。对。现在是浸在咖啡吗？对，我浸一下，然后我就把多余的挤出来。为什么要把多余的挤出来？因为它等一下还有慕斯嘛。对。不然等一下你看到我的蛋糕在漏水，就会渗出来。那挤也要有技巧，要不然会把它烂掉。它会烂掉。它的甜点都很考技巧。他的功力不容置疑，他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的细致化，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现在我就是要做 coffee jelly。上一次我用的 espresso 方老师就是讲有一点酸，所以我换了一个方法来做咖啡 jelly， 希望不会有酸味啊。永路，你的树泡 OK 吗？希望可以再长大一点。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因为它长不大，你的脸皱啊，为啥？我很喜欢看他的表情啊，他的表情会跟你讲我发生什么事情。刚才 cream 不够，现在树泡长不大，你的表情也是。耶，我来了。好。哎，我们都知道这个 avocado 很容易黑掉哦。对。你是怎么样保持它的绿色呢？我就会先把它拿出来跟 cream 一起搅，而且加了一点 lime juice， 那个 citrus 就会保持那个青色很好。我们都带着羡慕的眼神。Natasha，everything okay？ 永路 ，everything okay？ Not very okay. Not very okay. Natasha，everything okay？ 永路 ，everything okay？ Not very okay， 因为我觉得泡芙没有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个受热程度不是很均匀。你会重做？我还有等下我会再烤一点。在过程中其实都不是很顺利，因为泡芙就不是我想要的理想程度。其实那个泡芙不顺利，就弄到我很多不顺利哦。哦，出来了。The roti look alike， 泡芙 is out。永路，你有尺吗？你的 ruler， 你可以借我吗？
我要用尺，但是我带来的我都不懂我弄丢去哪里了，所以我就是跟永路来借，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很长的。Chef Ben， 你是几岁开始知道自己喜欢烘焙？就是17岁快要毕业的时候才找到自己喜欢的，觉得自己有天分。也没有啊，我不是一个有天分的人，我没有那个天分。你是很努力，算吧，算是用努力来弥补那个没有天分的缺陷。打个比方，就是巧克力条纹，别人可能需要1个礼拜就可以了解全部东西啊，可是我可能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可是你今天的成绩，你今天的成就，就足以证明努力就可以去到你要的那个方向。对，坚持啊，要坚持。颜色好美哦，这种小粒的是，也是书包。Natasha， 你现在在煮什么呢？我现在在煮上一次好像焦糖的那种 pine nuts， 我就会这样来 candy 我的 macadamia。那 Chef Jenny， 你是几岁开始知道自己喜欢烘焙？22岁。毕业过后，我直接去学烘焙。学了几年了？这样？我学了2年，然后就自己开店。可是还在不停的学，现在也是在学。都很厉害。这是一个饼干，这也是 Twio。什么 flavor 的 Twio？也是用 brown sugar 来做的。哦 ，brown sugar。And I've used 那个 acacia honey 做 base。不过等一下触摸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点。所以现在做，所以早一点做好。对，我早一点做，如果可以重做，我可以重做。可是如果真的可以啊，就很漂亮。就很漂亮，对，很漂亮，一个视觉。我现在在做 caramel for shoe。我把 cream 挤了进去，然后把多余的 cream 抹掉，放上去才不会有多余的 cream 跑出来这样子。当我在做小的泡芙的时候，我就把我排的次序掉乱了，我 fill 了 cream 就直接沾那个焦糖，一沾在焦糖就掉下来，因为那个 cream 还没有 set， 所以很难插进去，就整颗泡芙沾进焦糖过后，我就再把我的泡芙放去冰箱 set 了，我再沾。我在做那个 honeycomb twirl 的那个时候，我就是真的拿不出来，因为它会裂，真的很薄很薄，所以我决定做了多一轮。我在做那个 honeycomb 第2轮的时候，一直在看那个 color 的变化。Natasha， 我有看到她只是做4、5个东西，有冰淇淋、sponge、twirl、nuts， 她会做多一点吗？他刚才已经说了，他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对。那但是so far你多少%已经好了 Actually, I'm kind of almost done already. 我真的是觉得很惊讶，这是第一次我进一个 competition， 看一个参赛者做这样快。永路，你那边多少%？其实我比较 suffer 在烤箱那个泡芙要烤多一次，因为这个比较大颗嘛，至少要烤半个小时到40分钟。那个 brown sugar sponge， 我放一点 sugar 去 torch， 会很像那 French toast 的那种look and feel， 会带来不同的那种层次感。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少过1个小时，不知道 Natasha 和永路进展如何？哇哦 ，Natasha 已经做了%多少了？现在在摆盘了。摆盘了。摆盘了。哦，有点吓到，这样快了。永路，你%多少了？70吧。OK 啊。他充分的利用时间。所以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到3个不同的国度哦。包括了澳大利亚、意大利，还有法国，就不晓得我们会不会继续留在那里，还是一到就飞走？还是到了，还不知道到了。哇，那个很犀利嘞。在我摆盘的时候，我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已经真的是尽力了。他现在在用的是一个手指柠檬，可
可以讲是特别的原材料。那他是完成了。娜塔莎好了，他说好了。来，娜塔莎已经完成了。当他说完成的时候，我就转回头看那个时间50分钟，我是觉得有小小的失望。其实我不太熟悉我这个 recipe， 做过 maybe maximum one time， 所以我给了我自己很多的 buffer， 因为如果我失败的话，就是要重做。那也留太多时间了。这是大决赛，我最后10分钟也是会做一个东西。我要削它变成圆点，做那个 coffee 的 shape。其实提拉米苏就会配咖啡嘛，咖啡对意大利人来说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就把它想成可以做成咖啡豆的造型。慕斯的软硬度要拿捏的好，如果太软的话就会不好做那个造型。对，它要拿捏，如果太过冰，它去雕的话，可能那个慕斯会裂。提拉米苏在雕的时候很快就融化，所以我就需要一直来回 blast freezer 那一边。现在应该10分钟后我要过来。永路他很稳定，我是觉得一看到他有很多信心。我对我第2次的泡芙也没有很满意，可能我泡芙的那个 mixture 没有做得很好。最后我用回我第1次烤的泡芙，因为我第1次烤了比较多颗，所以那边比较多可以选的泡芙。你觉得你赶得及吗？赶得及吧，没有问题啊，还有30分钟。可是我腰酸背痛，因为你太高了，如果我来做，应该刚刚好。在最后30分钟，我们看他怎么去裱花的时候，他还裱得很自在，还可以跟我们聊。我觉得那个已经是很强的一部分。永路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看得出他还在节奏中。永路真的是用足了每一分每一秒，似乎是拼了，就把所有他的 techniques 都在成品上呈现出来。这是我觉得他对比赛的一个尊重。我好了。在比赛的过程，肯定有很多紧张的 moment， 那么这肯定是其中一个，也就是试吃时间，能不能够得到冠军呢？试吃之后呢，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先要请先完成甜品的 Natasha。这道甜品的名字叫做开始，因为这个 toast 的 dish 是给我去坚持做 pastry 的那种 fire， 材料都是从澳洲来的，我也放了很多fresh greens。真的感觉到我可以去 Australia， 很新鲜的感觉。的 display 还有盘子，你选的 size 全部都是舒服的感觉。可是呢，我是觉得那个甜度，is quite overpowering。如果有多一点的 lime， 更新鲜的感觉，整个甜品就会比较亮。你有很多 talent， 煮很多不同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如果另1个小时呢，可以加一个 pre dessert after or chocolate， 可能。我是觉得他 play it safe 太多了。Natasha， 你的作品非常的精致，小巧玲珑，你整体上配搭起来香浓丝滑，然后又带有一点点那个酸度在里面，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吃第1口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 ，refreshing 的一个口味。可是 ice cream 有点大块，所以我会吃的时候就会吃点腻。冰淇淋那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就是哎，可不可以你可能 nail 一下比较有手感的那一些造型，可以凸显手艺。当你用 avocado 的时候，我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 avocado 它的 fat 含量比较多，所以你就应该要有一点 more refreshing 的东西在里面 ，maybe passion fruit 去缓冲一下那个油腻感。然后 coffee jelly 我觉得 OK， 然后 texture 我喜欢那个 macadamia nut 很不错。
Natasha 是做一个 plated dessert， 口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她已经找到那个方程式怎样去做，就是有 ice cream， 有一个 sponge， 就有 crunchy 的东西，这也是另外一种不好的地方，因为她已经开始在重复这同样的东西。他做的那个 avocado and toast 让我想起他之前做的 kaya toast。他虽然是很有创意，可是他没有突破那个范围。那现在呢是轮到永露来介绍一下你的这道甜品。首先，第一道名字就叫华尔兹泡芙，它就融入了3种泡芙的做法，就有 Saint Honore、Paris-Brest， 还有 Religious。造型我是做成 Religious 的。然后第2道的提拉米苏，我做了一个咖啡的形状，它的名字就叫永恒的艺术品。我觉得你在很多的元素方面展现了你技巧上的本事，非常的好。然后我喜欢你加入了那个 hazelnut， 就有一个脆的感觉，然后配上 hazelnut praline，it's very nice。你是充分的利用了这3个小时，1分1秒都不放过的去完成你的作品，而且我喜欢你的呈现方式，你2合1，把最经典的、很大胆的呈现给我们。这个 puff 呢，遗憾的话，可能我觉得那个 hazelnut 可能过于大了一点点，然后 caramel 的 coating 可以再薄一点点。很坦白讲呢，对 hazelnut praline 是有一点的苦味嘛，所以是很好吃的一个苦味。我是觉得你可以敢敢的放多一点点，我看会很完美。你的 tiramisu 那个 coating 一点点厚，可是如果真的是要完美，你可以放多一点 cocoa butter。The mascarpone cream was done very well， 所以跟巧克力搭配呢，你可以薄一点点，会很完美。我喜欢你的 Saint Honore 的 lightness， 就是它不会太腻，就是可以吃到材料里面的原味。然后提拉米苏的话呢，我觉得巧克力有微抢了那个咖啡的味道，那个是可能可以稍微注意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甜点啊，不过老话一句啊，你还是打得蛮安全的。当评审们说我每次都是走安全牌，然后我心情是蛮紧张的。可是有时候普通的东西不一定就可以做得很好。你说这个东西是3合1，我坦白讲找不到太多3合1的东西啊。因为 to me 就是 choux puff 上面你 bite chantilly，then after that 再加一个 caramel choux puff。然后提拉米苏，我觉得那个 sponge 太厚。如果你给我吃提拉米苏，我会想要吃它的 cream 多过它的 sponge， 因为 sponge 你就只是 soup with coffee syrup。如果我去一个 restaurant 还是蛋糕店，你给我这么多的蛋糕胚的话，我可能会生气啊。很快的成绩要揭晓了，到底谁是我们唐朝冠冕这一季的冠军，赢走我们1万元？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在唐朝冠冕大决赛中，永露跟 Natasha 经过了2个回合的战斗，精彩万分。他们用精湛的创意、稳健的技艺，完美的呈现他们的作品。但是手指毕竟有长短，比赛始终要有一个输赢。正所谓一山不能容2虎。唐朝冠冕，谁来加冕？现在我们就来公布唐朝冠冕冠军就是。冠军就是永露，恭喜你！恭喜永露在这场比赛中脱颖而出。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没有得到，我是无所谓，我已经尽力了，我也是很开心。永露，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又开心又累，因为我的腰真的很酸。走过了8集的甜蜜时光，见证了8位才华洋溢的参赛者，唐朝冠冕来到了尾声。谢谢常驻评审 Chef 崔凤，我们的嘉宾评审 Chef Ben， 还有我们的特邀评审 Chef Janice， 谢谢你们，你们伤透脑筋了，辛苦辛苦。再次恭喜永露，也谢谢 Natasha， 还有所有的参赛者，在这个唐朝挥洒自如，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好的作品。唐朝冠冕，谁来加冕？我个人很喜欢 Taryn。
Terrian。他其实还有很多的花样没有耍出来。他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男生。对我来说，他是个暖男。我觉得 Terrian 还有佩珍让我印象蛮深刻。佩珍的技术可以说是8个参赛者中最强。我希望会有第3系列的唐朝冠冕，然后我也希望制作组可以给我一个位置坐下来品尝甜品。好啊，非常期待啊！如果有更多的烘焙者来参加，让我们来吃甜品，那该多好！我肯定会期待第3系列，希望大家都会喜欢。